你有没有发现，人一过了50岁，身边能说话的人越来越少了？不是没人，是有些人你不想说了。你参加老同学的饭局，一桌子人聊的都是谁的房子涨了，谁的孩子结婚了，谁最近又查出了毛病。你坐在那里，脸上陪着笑，心里却空空荡荡。你突然觉得这顿饭吃得特别累。你明明坐在人群中间，却比一个人呆着还要孤独。这种感觉你有没有过？你仔细想一想，这些年来你身边是不是有一类人，你每次见他都像被抽掉一层皮，你见完他心里堵得慌，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。而另一类人呢，你哪怕只是跟他喝杯茶，聊几句家常，你都觉得浑身舒坦，像充了电一样。人这一辈子前半生都在做加法，我们拼命读书，拼命工作，拼命攒人脉。我们总觉得朋友多了路好走，我们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将来可能会用得上的人。可是过了50岁，你慢慢发现一件事，你做了一辈子加法，把自己搞得越来越累。你的通讯录里存着几千个人，可是你半夜想找个人说说话，翻来翻去竟找不到一个。那几千个人不是你的资源，他们是压在你肩上的石头，一块一块压着你，你走得越来越慢，越来越喘。所以后半生你必须学会做减法，尤其是人过50，你经历过高潮，也跌进过低谷，你见过人心的暖，也领教过人心的寒。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有些人留在你身边，不是在滋养你，而是在消耗你。可是你不敢动，你会想，都几十年的交情了，突然疏远，是不是太难看了？他会不会在背后说我无情？亲戚会不会嚼舌根？算了算了，忍忍吧，大家不都这么过的吗？我告诉你，正是这个算了算了，正在一点点榨干你。今天我不想让你继续忍下去了，我想跟你聊一聊，人过50，无论多亲密，也要勇敢踢出圈子的3种人。在聊这个之前，我先跟你讲一个人。这个人，你就算没听过他的名字，也一定听过他的传说。他叫稻盛和夫。稻盛和夫这一生本身就是个巨大的传奇。他27岁创立京瓷，52岁创立第二电电，一个人亲手缔造了2家世界500强企业，这在全世界的商业史上都极其罕见。后来日本航空濒临破产，日本政府实在没办法，请他以78岁高龄出山救火。所有人都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结果呢，他用400多天就把日航从破产边缘硬生生拉了回来，扭亏为盈，还创下了日航历史上的最高利润。日本人给他封了一个称号，叫经营之圣。这样一个世俗意义上成功到不能再成功的人，财富有了，地位有了，名声也有了，按我们普通人的想象，他应该安享晚年，好好享受人生了吧。可这个人偏偏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的事。他65岁那年宣布出家，他把名下大部分的股份都分给了员工。他跑到寺院里剃了头，穿上僧袍，每天扫地、托钵、念经，过最清苦的日子。一个身家过亿的老人放下一切去当和尚，你说他是不是疯了？后来我在他的书里读到了一段话，才慢慢理解了他。他说，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你赚了多少钱，不在于你坐上多高的位置，而在于你活了一辈子，你的灵魂有没有比来的时候更纯净一点点。他说，人这一生最重要的修行就是提升心性，磨练灵魂。你品品这句话，你会发现稻盛和夫的活法跟我们绝大多数人是反着来的。我们都在拼命往生命里装东西，关系、财富、欲望一样都不想落下，而他在拼命往外扔。他的整个人生就是一场彻底的断舍离。
还说过一句特别狠的话，他说，人到了一定年纪，就要勇敢地把那些不该留在生命里的人请出去。不管他跟你多亲近，不管你们认识多少年，只要这个人让你的心变浑浊了，让你的灵魂变沉重了，你就应该果断地放下他。有人可能会说，这也太不近人情了吧。可是你仔细想一想，一个连亿万身家都舍得放下的人，一个把修行看得比金钱重要的人，他对自己身边的那点关系怎么可能不狠？他太清楚了。人生在世，你身边站着的每一个人都在影响你的磁场。有些人滋养你，让你变得更好；有些人消耗你，让你活得越来越累。你留谁，不留谁，这个选择直接决定你下半辈子是往上走还是往下沉。今天我就借着稻盛和夫的智慧跟你聊一聊。过了50岁，你可能需要勇敢请出生命的3类人。如果你最近也觉得身边有些人让你内耗，让你疲惫，让你活得越来越不痛快，请你一定把这条视频看完。我跟你保证，今天的内容可能会帮你想通很多事，省下你未来20年的内耗。正式开场之前，我有个不情之请。如果你觉得这个频道的内容曾经给过你一丝启发，一丝温暖，请你给我点一个订阅。这个小小的动作对我来说特别重要，也是我坚持做下去的最大动力。我会用更真诚的内容来回报你的信任。好了，我们不绕弯子，直接说第一类人。第一类人，我叫他情绪黑洞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？就是你每次见完他，整个人就像被抽干了一样。他永远在倒苦水，他永远不满意，他永远有倒不完的霉。老公不好，孩子不争气，老板是混蛋，社会太黑暗，天地万物都对不起他，就他最委屈。你一开始是真的心疼他，你认真听，你耐心劝，你把自己活成了他的情绪垃圾桶。你觉得朋友嘛，不就是互相扶持吗？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他倒完苦水痛快了，你呢？你满脑子都是他的糟心事，你回到家心里堵得慌，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担心的全是他的烂摊子，你比他还累。更可怕的是，你慢慢发现自己变了，你开始变得悲观，变得爱抱怨，你看什么都觉得没意思，你讲话的语气都跟他越来越像。你仔细想一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告诉你，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情绪传染。科学家发现，我们的大脑里有一种神经元叫镜像神经元，它的作用就是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模仿你身边人的情绪和行为。你天天跟一个满腹牢骚的人待在一起，你的大脑就会默认这样活才是正常的，你就会慢慢活成他的样子。古人说的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跟什么人混在一起，你就会变成什么人。你把一根蜡烛放到另一根燃烧的蜡烛旁边，它会被点亮。但你把一根蜡烛放进一滩泥水里，你猜它还能亮多久？很多情绪黑洞就是这样的泥水，他们自己不发光，还要想尽办法把你拖进他们的黑暗里。我来讲一个特别让人唏嘘的历史故事。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有一个好朋友叫张敦，年轻的时候两个人好到什么程度？一起游山玩水，一起喝酒写诗，那是真过命的交情。张敦这个人胆子大，有才华，苏东坡非常欣赏他。可后来张敦为了往上爬，变得越来越阴狠，越来越不择手段。他跟苏东坡在政治上站到了对立面，他得势之后不但没有念旧情，反而疯狂打压苏东坡。他把苏东坡一路贬官，从黄州贬到惠州，再从惠州贬到海南岛。当时的海南岛是真正的蛮荒之地，去了基本上等于等死。苏东坡甚至已经做好了客死他乡的准备。后来张敦逝世了，
反倒被贬了。苏东坡大赦北归，张敦的儿子害怕苏东坡报复，写信来替父亲求情。苏东坡怎么回的？他说：我没有恨过你父亲，那些都过去了。他还特意带话给张敦，说：你多保重身体，我们终究是朋友。你听，这番话多温柔，多大度。可是请注意苏东坡做的另一件事，他收了信，回了信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再也没有联系过张敦。他回到常州，安静的生活，彻底退出了那段关系。你看，这才是真正的通透。我可以不恨你，但我也不会再让你走进我的生活。原谅，不等于继续纠缠。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？那个一见面就让你浑身不舒服的人，那个每次聊完天都让你怀疑人生的人，那个从来没给过你光，从来没给过你希望，只会让你觉得人间不值得的人。如果有，我请你勇敢一点，让这个人慢慢淡出你的生活。你可能会愧疚，你会觉得他是不是也挺可怜的？我告诉你，这世上比他可怜的人多了去了。你不是菩萨，你救不了所有人，你自己都还在泥里挣扎，你没有义务去给别人当救生圈。从一屋子烟雾里走出来，你才能重新尝到干净的空气。这个道理放在人身上是一样的。好，情绪黑洞说完了，我们说第二类人，这件事比第一件更隐蔽，也更折磨人。第二类人，我叫他感情债主。什么是感情债主？就是那种永远把我对你有恩挂在嘴边，然后不断向你索取的人。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，可能是亲戚，可能是老同学，可能是当年帮过你一把的老朋友。当年你落魄的时候，他帮过你一次，这件事他能记一辈子。然后可怕的事情来了，逢年过节他都要提一嘴。饭桌上他半开玩笑地说：哎呀，当年要不是我，哪有你今天啊？周围的人附和着笑。你心里是什么滋味？你浑身不自在，却只能陪着笑，因为他说的是事实。然后他总会顺理成章地提出一个请求：这次你可一定要帮我啊！你看，当年我可没少帮你。你帮了他第一次，他就有第二次；你帮了第二次，他就有第三次。你的善良成了他源源不断的提款机。你仔细想一想，这像什么？这就像一头驴，面前吊着一根胡萝卜，驴拼命往前走，去够那根胡萝卜。可是胡萝卜永远离他半步远，他跑得越用力，就越觉得有希望，就越舍不得停下来。你发现了吗？他给你的那点恩情，就是那根胡萝卜。你为了追他，已经付出了多少？你的时间，你的金钱，你的尊严，你下半辈子的自由。更可怕的是，你一旦停下来，不再追了，他会干什么？他会立刻翻脸，他会到处跟人说你忘恩负义，你是个白眼狼，你发达了就六亲不认，他要把你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。我告诉你，这种人比明着坏的人更可怕。明着坏的人，你至少知道提防，而这种人，他穿着恩人的外衣，正大光明地吸你的血。我来讲一个2000多年前的故事。庄子，你应该听过吧？中国历史上最洒脱的智者，没有之一。庄子这一辈子过得特别穷，穷到什么程度呢？穷到要去找人借米。可他穷得特别有骨气。当时楚国的国王听说庄子很有才华，就派了2个使者，带着一大笔钱去请庄子出山做官。这个待遇放在今天，就相当于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来请你去当部长。多少人梦寐以求啊！那2个使者找到庄子，毕恭毕敬地说：我们大王想请您去楚国，托付国家大事。庄子坐在那里，头都没抬。他说：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，已经死了3000年了。国王用最好的绸缎包着它，
放在最珍贵的盒子里，供奉在庙堂之上。你们说，这只龟它是愿意死了，被供在庙堂上呢，还是愿意活着，在烂泥里摇着尾巴？两个使者说，那肯定是愿意活着，在烂泥里摇尾巴啊。庄子说，那你们走吧，我要做那只活着在烂泥里摇尾巴的龟。你品品这个故事，楚王给的可是天下最大的恩情了吧？换做任何一个人，早就感恩戴德，扑上去赴汤蹈火了。可是庄子连眼皮都没抬，他太清楚了，这天大的恩情背后是天大的代价。你一旦接受，你就不再是你自己了，你就是楚王的一件工具。他要你发光，你就得发光；他要你熄灭，你就得熄灭。你可能觉得庄子是圣人，我们是普通人，哪有这个底气？那我要告诉你一个血淋淋的真相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所有让你觉得不舒服的恩情，本质上都是一种控制。对方在用我对你好来换取你人生的话语权，他给的每一分好早就标好了价码，你拿了他的好，就得按他的价码赔上你的余生。你千万不要觉得我这是在教你冷血，教你忘本。不是的，真正的善良是有牙齿的，真正的感恩是分对象的。稻盛和夫一辈子讲利他之心，但利他不等于愚蠢的付出。你帮一个知道感恩的人，那是善；你帮一个得寸进尺的人，那是傻。你回报一份真正的恩情，那是义；你被一份虚假的恩情绑架，那是蠢。我请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把这两件事分清楚，别再当那头追胡萝卜的驴了，停下来，把绳子咬断。你失去的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黑洞，你得到的是你自己的下半生。好，第二类说完了，接下来这第三类人比前两类更可怕，因为前两类你一眼还能看穿，可这第三类，他不是坏，他是好，他打着为你好的旗号，正在一点一点毁掉你。第三类人，我叫他温柔陷阱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？你每次想做出改变，他都是第一个泼冷水的人。你说，我想学个新东西，他说，算了吧，都这把岁数了，还折腾什么呀？你说，我想换个活法，他说，安安稳稳过日子不好吗？安分点吧。你说，我想创业，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，他说，你疯啦，你这个年纪输得起吗？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待着吧。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表情特别诚恳，语气特别温柔，他还会补上一句，我是为你好才跟你说这些，换做别人我才懒得管你。这时候你心里一热，你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啊，你看他多关心我啊。可是你有没有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，他的为你好真的让你变好了吗？你回想一下，这几年你听了他的话，确实没有折腾，确实安安稳稳，可是你快乐吗？你心里那团火还在吗？你发现没有，你变得越来越胆小，越来越不敢尝试。你明明对生活还有期待，你明明心里还有什么东西在蠢蠢欲动，可你就是不敢动，因为你耳边总有一个声音在说，算了，别冒险了。你仔细想一想，这像什么？这就像一个经典的实验，把一只青蛙扔到滚烫的热水里，青蛙会立刻跳出来。可把青蛙放到冷水里，慢慢加热，青蛙会怎样？它会觉得很舒服，会悠哉悠哉地游来游去。等水温越来越高，它想跳的时候，它的力气已经被消耗光了，最后只能被活活煮死。那些整天劝你别折腾的人，就是那个慢慢加热的人。他们不是在保护你，他们是在用温柔杀死你对生活的热情。我来讲一个现代人的故事，你可能听过他的名字，查理芒格，美国最顶级的投资家，
巴菲特的黄金搭档。这个人一辈子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已经到了极致，身家100亿美元，智慧超群，活到了将近100岁。可这个人有个特点，特别有意思，他这一辈子过得极其简单，不买豪宅，不买豪车，不参加没用的社交，他对自己身边的关系几乎是苛刻的。他说过一句话，我记了一辈子。他说，如果我知道我会死在哪里，那我就永远不去那个地方。你想想这句话有多狠。他的意思是，如果我知道什么东西会毁了我，我就坚决不碰它。那么放在人身上呢？如果我知道什么人会让我沉沦，会让我安于现状，会让我变成一个没有追求的人，我就应该永远不靠近他。查理芒格身边全都是比他更聪明的人，比他更努力的人，不断刺激他成长的人。他这一辈子的成就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他身边的人，没有一个是拉他后腿的。我再给你讲一个2000多年前的故事。管仲，你应该听过，中国历史上最牛的政治家之一，辅佐齐桓公，成了春秋第一霸主。可管仲年轻的时候穷困潦倒，一事无成。他和好朋友鲍叔牙一起做生意，每次分钱管仲都要多拿。别人看不下去了，说管仲你怎么这么贪？鲍叔牙说，没事，他家穷，他需要钱。后来管仲去当兵，每次上战场都躲在后面，别人耻笑他贪生怕死。鲍叔牙又替他说话，说他不是怕死，他是家里还有老母亲要养。再后来，管仲辅佐公子纠失败了，他最好的朋友鲍叔牙辅佐的却是公子小白，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。两个人站到了对立面，管仲还射了齐桓公一箭。那时候管仲已经算是彻底失败了，换做别人估计早被处死了。可鲍叔牙找到了齐桓公，说你要想成就霸业，非管仲不可。他把相位让给了管仲。管仲后来哭着说，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叔牙也。你发现没有，鲍叔牙这种人才是真正为你好的人。他不是让你舒服，他是让你成长。他不是顺着你，他是懂你。他看得到你的价值，他拼了命地把你往上推。而那些天天劝你算了算了的人，他们懂你吗？他们看得到你的价值吗？看不到的。他们只是害怕，他们害怕你变了，你变了，就显得他们原地踏步；你成长了，就显得他们平庸。所以他们最想做的，就是把你按在原地，陪他们一起下沉。我请你仔细想一想，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？那个永远在跟你说别折腾了，就这样吧，做梦吧你。那个你一谈起梦想，眼神就闪躲的人。如果有，我请你认真想一想这段关系。一个人过了50岁，最怕的不是失败，最怕的是你心里还有火，却被一群人硬生生浇灭了。最怕的是你还有力气，却被一群人死死按在原地，动弹不得。好了，3类人我都说完了，但是你先别急着去清理通讯录，我想带你站到更高的地方，回头看看。你会发现，我说的这3类人，表面上看起来是3类人，可实际上他们是一件事的3个侧面。情绪黑洞消耗你的能量，感情债主消耗你的善良，温柔陷阱消耗你的勇气。你想一想，这3者是怎么环环相扣的？一个情绪黑洞天天往你心里倒垃圾，你的能量被耗光了，你变得疲惫、消极，提不起劲。这时候你还有勇气去改变吗？你连起床都觉得累。一个感情债主天天提醒你欠他的，你的善良被透支了，你分不清谁对你好，谁在利用你。你变得警惕、冷漠，不敢相信人。这时候你身边就算出现一个真正值得深交的人，你也不敢靠近了。一个温柔陷阱
天天劝你别折腾，你的勇气被磨平了，你连尝试都不敢了，你变得安于现状，自我怀疑。这时候你还有机会翻盘吗？你连牌桌都不敢上，你怎么赢？你看，能量没了，你的身体就垮了；善良没了，你的关系就乱了；勇气没了，你的人生就停摆了。这三者互为因果，互相喂养，它们织成了一张网，把你牢牢地困在原地，让你活成一个越来越累、越来越空、越来越不甘心的人。现在你明白了吗？为什么稻盛和夫说人生要勇敢地做减法？因为你不做减法，你就会被这些加进来的人活活压垮。他有一个特别好的比喻，他说人生就像一块田地，你不去拔草，杂草就会疯长，杂草长得越多，庄稼就越没有空间。你想要丰收，就必须狠下心来把草拔掉。拔草的时候，你会心疼吗？不会的，你只会觉得舒服，因为你看到了干净的土地，你闻到了泥土的清香。人际关系也是一样的。过了50岁，你的田地就那么大，你的精力就那么多，你应该把这片地留给真正滋养你的庄稼，而不是留给那些疯狂消耗你的杂草。稻盛和夫到了晚年，朋友越来越少，他住在寺院附近，每天打坐、扫地、修行，他的世界很安静。但是你可以从他的照片里看到，他的表情是真的很安详，那是做减法之后才会有的安详。最后，我想给你一个特别具体的小练习，请你拿出一个本子，或者打开手机备忘录，你写下生活里最常接触的10个人，然后你在这10个人的名字旁边认真地写下3个问题的答案。第一个问题，和他相处之后，你是更有能量了，还是更累了？第二个问题，和他相处之后，你是更喜欢自己了，还是更讨厌自己了？第三个问题，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是会拉你一把，还是只会说风凉话？写完了，你再回头看，你会发现结果清清楚楚，根本不需要犹豫。然后，请你做一个决定，在那些让你累、让你讨厌自己、让你心凉的名字旁边画一个叉。你不需要跟任何人吵架，你不需要发朋友圈宣告绝交，你只需要慢慢的减少接触，你只需要礼貌地保持距离，让这段关系无疾而终，自然淡出。刚刚开始的时候，你一定会不习惯，你甚至会觉得愧疚，你会想，我这样做是不是太无情了？你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请你相信我，这是正常的。任何一次断舍离都会经历一段阵痛期，就像拔掉一颗坏牙，刚拔完，你的舌头总会不自觉地去舔那个缺口。但请你坚持3个月，你只需要坚持3个月，你会发现你的睡眠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变好了，你的心情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变亮了，你重新对生活有了感觉，你重新拿起以前丢下的爱好，发现心里那团火原来还在，你才会真正明白，原来以前觉得离不开的那些人，其实早就应该说再见了。你把他们请出去，不是因为你无情，恰恰是因为你终于开始爱自己了。一个人只有先把自己这团火烧旺了，才有能力去温暖真正值得的人。稻盛和夫在晚年反复提到8个字：敬天爱人，利他之心。很多人以为利他就是无条件的对所有人好，我告诉你，这是对利他最大的误解。真正的利他是先爱自己。一个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，是没有能力利益他人的。一个任由别人消耗自己的人，不是善良，是自残。所以过了50岁，你要学会把最好的自己留给最值得的人，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滋养你的人身上，把温柔和笑脸
留给懂你的人，把余生的热情献给你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。你不需要讨好任何人，你不需要活成别人眼里的好人，你只需要活成你自己。我想用稻盛和夫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内容。他说，人生的意义在于磨练灵魂。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的灵魂要比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更纯净一点点。为了让灵魂更纯净，你就要勇敢地把那些让灵魂蒙尘的东西一样一样拿掉，包括那些消耗你的人。50岁不是下坡路的开始，它是你人生的下半场，是一场重新洗牌的机会。你有资格过一种干净的生活，你有资格身边只留下让你舒服的人，你有资格为自己认认真真活一次。如果你今天听完想起了某个人、某段关系，或者心里某个放不下的结，欢迎你在评论区讲给我听。我很想听听你的故事，每一条评论我都会认真看，也许你的分享也会照亮另一个正在迷茫的灵魂。这里是人性解剖笔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